那在谈判的过程中呢，做哪些事情呢，可以增加你谈判的筹码？OK，那这些是一些比较形式上的东西，但是是有效果的啊。第一个，怎么增加你谈判场？第一个就是你的称呼、你的抬头啊，所以你是不是有地位的人？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出去现在很流行印那个名片，就是你明明是一个前台，他可能印成一个经理，经理印成总监，总监印成副总，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抬头、一些称呼，让人觉得你是有分量的，那人家更愿意跟你谈，或者你的话语权更大，所以呢，你谈判的力道就更大，好，或者你去能跟人家去压缩对方谈判的攻击也更大啊。如果你是无名小卒的话，那人家是不会退让的哈。第二个地方啊，懂谈判的人都知道，谈判最好的地方是在自己的主场啊，就像打篮球一样，因为自己的主场有自己的环境、自己的气场、自己的人、自己的气场。OK，这种东西就是无形的压力，可以压缩对方谈判的空间，谈判觉得没有那么厉害。OK，那就算出去谈啊，比如说也是自己选啊，我选的餐厅啊，自己熟悉的啊，这是地利啊。第三个，增加谈判筹码的优势就是人数啊。为什么人家谈一个人啊带3个人、带4个人，对方也带2个人，就带5个人跟2个人啊，5个人气场明明就胜过对方嘛。所以气场是很重要的，因为气场大啊，对方这种冲劲就会无形中被压缩。好，当然，因为我说过这是气场，假如这个人气场大过5个人，那这个也没办法，可能5个人你都找个前台行政文员，那一个董事长坐在那里，那当然比不过啊。所以今天人数最主要是靠气场。那既然是气场，这个人数呢，他们的能力跟对方加起来不能相差太多啊，否则你气场是压不过的。第四个是一些市场的定位，比如说你这个市场是最新的科技最前沿的，或是最老字号的你能找出你在市场上很特殊的定位，很厉害，跟人家不一样的定位，这也可以增加你谈判的筹码。否则你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和一个新开的话，你的谈判的筹码就很弱势。所以你一定要去尽量找出你公司比较强势的地方、特别的地方。那第五个增加谈判的筹码就是你个人的自信、你的个人魅力、你的能量场，这件事很重要的。那重点是在这里的逆商精神是什么？就是注意，你不是祈求对方，你绝对不能用这个姿态。OK，你一定是用怎样？也不是说高于对方就瞧不起，也不是的，就是你是一个，比方说你是个王子，很尊贵，但是你很平易近人，你是很平易近人的王子。OK，就是我是尊贵的，我不随便跟你，我不随便乱骂你，但是我很有诚信，我很愿意跟你成盟，我会跟你合作，会跟你成为事业的伙伴，我是很愿意的，但我绝对不会放低自己这一点很重要尊贵自己。那另外一种增加谈判的筹码呢，这是一种反向筹码就是比方说，有些人说夏老师这感觉像是个威胁一样，不是的，就是反向，就是降低对方的一些服务的品质跟安全度什么意思？比方说今天你出这个价钱如果这么到服务 OK，比如说你不出这个价钱，那我就没有保修你再不出这个价钱，就再低一点的话我连这个服务都没有就降低服务的品质来增加谈判的筹码。那第7个，用一种道德感可以增加谈判的筹码，就是真诚但真诚但这个技巧要小心用，因为你发现有些人会说，当然你要全系列产品全系列有些人会用这样子，我认为呢，站在朋友立场我不建议你买这一款，就这款可能比较贵这可能稍微次贵。
我不建议买这一款，我建议这个更适合你，虽然这个比较便宜。那这种站在为客户出发，站在一种良心道德感去出发的话，那更容易怎样博得客户的青睐。第8个，那这个也是很重要一点。或许有人会说，第一个就是什么？你的专业，就你卖什么一定要很专业。但是为什么这个排不上第一位呢？你信不信一个厉害的销售人员，他可能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他不是很仔细，他照样把这个人卖得出去。对，因为他靠的是他的热情他靠的是为客户服务的心为客户创造最好的一种体验当然，如果有些东西是非常专业的话，那的确需要专业的能力。那对一些理性思维、精准型的客户，他是非常看重专业能力。如果你什么都说不清楚的话，他就觉得他就算看这个产品，但你说不清楚，因为他看不中你，所以他不买，所以他跑去别家买同样的产品，这才是最惨的。他不是不买你这个产品，而是不跟你买这个产品，那就是你的问题。一个不买你的产品，那可能是你的问题，也可能是产品的问题。但是今天不跟你买，跑去跟别人买同样的产品，那就是你的问题有可能你不够专业不够热情，知道去调整的那另外一种增加谈判头脑，就是抑制你的资讯，就让觉得对方在等待。像以前我在美国去买车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说，我要这个价钱。他说，你等一下他也不跟我讲说叫我等什么，他就跑进去。然后我觉得后来我才发现故意的，他跑进去跟一个经理讲话，然后我从旁边看，因为他那个有窗户玻璃，我看得到他们在讲话。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只是在演戏但是他就是在让我那边等等过来跑过来。OK， 因为人有个惯性，就是当你被等有一种是急躁很深，但是今天你去买个东西，你不是那么急，当你被等，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是个病人，你是个学生，好像你在等什么东西，所以你会自动把你心态放在一个被动服从的角色，因为你是在等待着这个人，好像在等着看病，你会无形中增加对方的权威性。OK， 所以人家回来之后就会觉得说我告诉你这个我已经帮你了，这实在没办法，然后你就会觉得有点接受因为你被等了，或者说这个可以，然后你就会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等待是一种焦躁嘛，就很多人在外面等成绩等孩子出生在外面等，好像在等一个消息。那如果你在等一个消息，那一定是有一点利润，你就怎样特别的高兴这是一种心态所以有时候让人家等的话会创造一种幻觉，因为等的本身是有期待的。OK， 所以当有期待的时候，本来他希望能得到5000块的差价，因为他你等越久，期待越大期待越大的时候，然后今天当你得到3000的差价，你就觉得很满意，因为他让你等很久，因为你一开始等5000，你发现你会觉得好像不可能，突然回来3000块，你就哇好高兴但是如果现场如果今天说你给他5000块，砍了5000块的差价，比如说5万砍到4万，你在等的时候，他说47000，你都会觉得说砍了3000块好高兴。但如果现场没有这个等的过程的话5万，然后你说4万5，他说4万8，然后你马上就说4万6，就是你会速度很快，因为你中间缺乏那个期待，你的脑子会锁定在你那个4万5，他说什么就砍。但一旦经过等待的时候，你就会对你那个数字坚定所动摇我觉得这真的是，尤其在卖一些他们至少汽车销售，我觉得他们在美国是常用的技巧第10个，那就是卖你自己有一句话说得好，卖产品不如卖自己，对不对？没错，当你卖产品的时候，你不是要去卖自己。当你卖产品的时候，你不如卖自己 OK， 就是你要有你个人的魅力 OK， 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会发现呢，通常卖产品卖的好人都是很有个人魅力的每个人魅力不太一样，
但是普遍来讲，一定有它的魅力。那有些是大部分啊，而大部分可能是比较口才比较好，或者是比较活跃的。但是我是说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好，那有些人是靠口才啊，很会讲；有些人是靠能量，哇，讲你很开心。但有些人是靠服务 ，OK， 他会服务你，他会记住你家的号，他会记住你孩子的生日，他会记住你说的一切，他是靠服务，OK， 他就是默默的做，那这种会让人一些客户感动。OK，有些呢就是靠专业，就是你问他一件事情，他比你还专业，他不但为你解释，而且他专业的还举一反三的帮你解决跟这个有关的问题。啊，本来你只是问个皮肤的问题，他可能跟你讲说你的油脂是什么怎么来的，啊，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每个人成功的特色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一定是有他自己很强有力的人格魅力在里面。好，所以你看看你是否有个人格魅力的人啊？如果没有，你要去塑造。你说你不知道怎么塑造，那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做销售，对吧？啊，人都是要改变自己的，没办法。你要么你干了这一行，你就要改变你自己，否则你不要干这一行。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在销售技巧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必须去了解客户的类型。OK，就是不同客户类型，你销售的方式还不一样啊。那这一点，那你自己要去分辨。好，那有哪些类型呢？好，我们先看，有一种是二分法，就先分两种人，一种就是果断的人，一种是优柔寡断的人。好，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就你看有些人就是讲话很管，哎，这个好不好？然后呢，你会发现他跟你讲话说完多少钱？那 OK， 好，我知道了。你知道他很果断，OK。那有一种优柔寡断，他看了半，你知道为什么？他说给我点时间，他们看想半天，然后看到两个不知道想，这种就是优柔寡断的人。OK，那这种优柔寡断的人，不要去逼促他，要给他充分的时间，相对是用柔和式的方式去跟他去促销。OK，但果断的人呢，这种东西他快速，你也跟他快速，因为他不喜欢啰嗦，所以他为什么你就讲什么，你也讲得很快，快问快答，然后他就会很欣赏你。那除了这两种类型呢，我们再看看客户还有哪些类型哈。还有一种叫做外向型的人，啊，就是这种人呢很外向，啊，感性很丰富。那对付这种人呢，就是要跟他博感情啊，对啊，博感情是有效果的啊。那第二种是，还有一种是实际型的人，啊，这种人呢，就是你别太跟他热情，你跟他走事实，跟他讲产品的风格、材质，跟他讲事实啊。那这种人呢，他比较实在的啊。注意，每个人习惯不一样啊，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就像我这个人不喜欢热情的，你太热情，我会觉得你很烦，我会觉得保持距离。我这个人是属于分析型的跟实际型的。啊，我喜欢看数据 ，OK，因为可能很多男人都喜欢看数据，所以呢，另外一个叫分析型，啊，他喜欢看数据，那这个东西就尽量把数据给他看，比如这个电脑14寸电脑 CPU 有多少什么的，你刚讲这个东西，它是很实在的，啊，他就会喜欢，就听得进去。然后对那种感情的时候，你知道吗？博感情说，哇操，你在这个东西，哇，你看你带出去多漂亮，你看这味道多配你啊。你刚刚讲这种感情的，诶，他就很喜欢。OK，那实际型的就是说，OK，好，这个重量比较轻，带起来比较方便啊。这个分析不太一样，分析是屏幕啊、CPU 什么都要讲，实际型就是跟他讲实际的。好，这个你看一拨，你看尺寸刚好放你的包刚刚好，他觉得实用就好，他不需要很厉害。OK，但是分析型的是，他是要去算那个 CP 值的。啊，就是所有东西跟价钱这个比起来，另外一个就是和善型的，这种人呢，就是那种叫做不太容易拒绝型的，这种人就说实在话，就是讲难听，就是你只要死缠烂打就可以，就是好说劝说，对吧？所以可能他一个拿不定了，那他可能就会购买，但是呢，好说劝说是以关心他的态度。不是给压力，不是说你买不买，你到底要不要买？
对吧？关心他，对，这是我知道你很想要的啊，你不要担心啊，钱没关系，钱慢慢赚，对吧？你先拥有你要的东西，对吧？然后事后你再把钱还回去。如果他是刷信用卡，你看你再把，到最后你要的东西也有了，对吧？钱也还光，你是不是拥有你的东西了，对吧？我如果是我会这样讲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不敢买，好，但你现在省下的钱，你下个月来的时候，你这个钱也花光了，你还是永远买不到这个，因为你永远是等不上速度啊。但是我今天你先买了，那你剩下钱赚到，你可以拿去还钱。诶，这个时候怎样？你也没有欠任何人钱，但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否则的话，平常你可能这些钱也是把它花掉。这种温和的去关心他啊。那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些身体肢体的表现，这点很重要。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啊。对于客户注意，肢体语言的表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无形的东西，就无形，就他的潜意识会接受到他脑子不会说哇你表现的好棒，他不会这样讲，但你所有表现他印在眼里，他的内心是有感受的。OK，所以首先你要表现的姿势，倾听啊，比方说在讲什么，那点头，嗯，比方说你现在跟我说话，嗯，你有感觉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很亲切？是啊，你说话，你在点，你一定会觉得很亲切。这种亲切是心中自然升起来，就你无法抗拒的。好，然后呢，拼命的啊，或者点头微笑，OK。然后呢，讲话的时候，如果做的话，讲话的时候呢，啊，可能要稍微前一点，代表你认真在听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听，这样听他就觉得你好像是大爷，对吧？你认真往前听啊，是点头啊，有时候微笑，诶，他就觉得好像你认为他很重要，那你认为他很重要，他就怎样？他就更容易去信任你。那在这过程中呢，他说什么啊？你可以除了点头，你嘴巴也可以说哦是，对啊，给他一点赞赏，给他一点肯定啊。一方面是表示肯定，一方面是他说的对，好啊。甚至你听不懂的地方，你可以怎样？或你听到，你可以把话束缚一点，对吧？他讲完说哦，让我搞清楚你刚才说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这样这样，对吗？诶，他就觉得，你真的有认真在听，诶，哦，那更厉害的一招就是，如果你可以，你甚至可以拿出你的笔记本在那边记，哦，他觉得你更认真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做一个销售，去找一个客户是卖珠宝的啊，那他要在我们杂志上登杂志。那说实在，这个客户是什么？以前呢，老销售员都没有攻下来的客户，然后我是第一次做销售员进去，那我也不懂，那销售员他们就会把一些不是很好做的不重要的客户就交给我啊，那种好做的钱多的都抓在老业务员手里啊，你给我，那我去那前面都没有业务去谈，我去谈的时候呢，因为我是新的业务员，我不懂，所以我去那里的时候，他说你新来的，我说对，他说，然后我就说我想跟你谈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就教我一些事情，然后我说哦我知道，然后我就拿出笔记本我就记他东西，我说让我记，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懂，我就很多我很认真的记，记完之后他就说那你把你们方案给我看一下，我说好，等一下，我就好像先我看了，然后我再跟他解释，然后解释的时候还跟他讨论，他说他考虑看看，哎，结果第二次我再去谈的时候，居然就谈成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谈成的，我只知道可能是因为我认真的态度打动了他吧。OK，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认真，也是受客户所赞赏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要去讨好客户啊。有一句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或者有人把这句话讲的叫做逢迎拍马屁，但是呢，从另外一讲就是为客户创造更好的体验。所以任何人就看一体两面，看你怎么去想它。那
所以遇到客户的时候呢，关于客户讲的一个很好的点，或者是很好笑的笑话，都要有反应，知道吗？你说有人说夏老师，你这个太假，万一我平常不是这样的，那就像我说的呢，那你平常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干这一行嘛。你干这一行的话，你就要去怎样真诚嘛，对吧？就我跟你讲，这都是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就像今天你跟一个人认识熟了，你跟爱人认识熟了，以前的去追一个新的人的婚恋的时候很开心，然后结果追到好累哦，我不是这样的。你不是因为这样的，因为你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你就变回你自己。但是当你有目的的当你今天换了一个对象再去追，你可能那个热情又来了。OK， 所以不要说你本来就是这样，就看你的焦点。如果你焦点就是哎呀我讨厌做这样的事，你就会有个理由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但如果你焦点是这样，哎呀我要让客户开心，对吧？当然背后目的是我要成交客户的话，那你就会做出来了，你就可以去掉心中的障碍。说什么 yes 点头，哇好开心太棒了，做得很好，太棒了注意当你鼓掌的时候，太棒的时候，讲话小心一点你不要拍马屁拍得太夸张了，拍到马脚就不好了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出相同点什么叫相同点？就是比方说今天你从哪里来的？哎呀你从上海来，我也从上海来的。你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喜欢看恐怖片，我也喜欢看恐怖片。注意你只要跟他找个相同点2、3个，当然最好的是从国家种族或者是城市这样找因为这个越大就越容易亲近。那一找到共同点，我跟你讲，你一旦找到共同点，那个心会自然，注意心会自然觉得我跟你亲近。这个你用嘴巴说都不用说，就自然。你温州人，我也温州人，感觉一下就拉近了哪怕你实在找不到很近的沟通的地方随便你喜欢某个明星，我也喜欢，我真的好喜欢他，那这也是一个好的那注意这个要真的你不要说今天他说我喜欢刘德华你明明不喜欢，你就说我也喜欢刘德华，那这个你就太假了，而且这个东西万一他在深问，你就要被揭穿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要真实的，你放心，即使真实的，你们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不难找，但一旦找到共同点，很容易感觉很亲近那什么是优秀的一个谈判者呢？接下来我要谈的是，就是优秀的谈判者的条件是什么呢？优秀的谈判者，第一个，你要非常有耐心沉得住气甚至有些谈判是让对方先开口你先开口就输了在谈价钱的时候当然这是其中一种做法，但并不是完全真正的谈判高手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地利人和来决定他的谈判策略，而不是一直用同一个策略第二点，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绝对敢开高价这是绝对的。凡是不敢开高价的，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第三个注意刚才没讲完，就除了开高价，而且还要不怕提出夸张的要求，就不怕提出要求，我要怎么不跨的。谈判者都是这样的，有些人说哇，你这个太夸张了吧，对吧？就像经纪人，我出去我要多少钱，我要保镖多少，我要干嘛我要怎么样？有人说这太夸张了，这个不太诚信。注意，谈高价跟提出夸张要求，这是代表你的价值，但不代表你不可以放软。有的时候你提出来的时候，他实在不行，你可以全部都放掉，代表你的宽宏大量，对吧？但是如果今天人家愿意的话，那你就得到很多。所以谈判永远不要不好意思，会不好意思的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谈判者。第三个，一个优秀的谈判者，他背后是追求一个双赢的态度，就是我好你好大家好。
虽然说谈判是我们尽量能追求自己的利润，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这一套了。现在是怎样追求双方的利润？就是你一味追求自己的利润，对方没有利润可循的话，你可能只做了一笔生意，可能没有下次。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的合作的话，说实在，你要给他很高，甚至我认识市面上很多企业家、很多老板，包括李嘉诚，据说人家赚他5毛的时候，他让人家赚1块钱。所以当你让人家赚越多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人会愿意跟你合作，越来越多人跟你来买你的产品。那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用多利这样真的多销薄利来讲的话，你钱还是赚的比较多。4，优秀的销售员总是会再试一次。我会发现有的时候在我们公司或者一些人，他在客户说不要拒绝了，有些人就放弃了。但是很多优秀的销售员，他总是会再试一次，再试试看。他会说我不需要。注意，当他说我不需要的时候，只是说他现阶段不需要，不代表他下一个阶段不需要。当他说我不需要的时候，他只代表我对你这个产品不需要，不代表他对其他产品不需要。所以厉害的销售员就是，你这不我可能再试一次，可能下次时间到了他就需要了。那也可能今天他不需要这样，我就再试一次，但我拿另外一个产品再试一次。他可能对这个没兴趣，对另外一个有兴趣，或者是不同的方案，有些不是产品，有些是方案，我换个方案再试一次。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跟你销售员的信念有关。如果你的信念是好，我相信客户是需要的，好，我相信我再试一次才会成功的话，你才会去做。那你做了呢，不代表你一定会成功，但是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销售员，你一定要有我再试一次的一个模式，这样你才会成功。好，再说一遍，任何事情都跟你的模式有关，而销售员的模式就是看到人就看到生意，看到人就看到钱，看到了你就想卖自己的产品，推销自己的东西、理念或课程。这些都是一个销售员他的模式。OK， 如果销售员是被逼的，就是今天没有业绩了，我就逼着我要去谈的话，这种销售员永远不会成功。就真的销售员，他不是因为我这个月背了多少业绩，不是的，真的销售员是我今天看到人，我就想卖你产品，我就觉得这个对你好，我觉得这是你需要的这样子你才会成功，而且这样子，你有这样信念、这样模式的销售员，你会有产生很多热情你不是因为一种枷锁，你是因为热情，这样才会给你更多的能量。那谈判的时候呢，的逆商的心法就是注意，你要尊贵自己，也就是说，在谈判的时候，你要认为压力总是在对方，不是在我。OK， 这样子你谈判气场就会很足。你不要自己觉得压力很，你这样你气下去，人就容易凌驾你之上。因为谈的时候你就觉得，注意，不是说你是要高傲，而是你去的时候信心十足。你要总觉得是对方有压力，对方想跟我谈成功那这样子才会有更强大的气场去压缩对方谈判的空间。然后第二个呢，谈判的一个焦点就是注意，谈判就是说穿了就是一些游戏规则，就是如果今天你把谈判的一些技巧背熟，好，就是一些方法、一些攻防的人背熟，然后去谈判的时候，你就照这个游戏玩一遍就好。总之，你只要照这个谈判的一些心法跟方法去走框架走一遍的话，通常结果都不会太差不需要想到太多其他复杂的什么。第三个，不要被不给打败了。很多客户说我不要，我不需要。很多第一个听到就是打败了，不要通常说不只是一个开端如果今天他问你问题，他问你有什么问题，那代表他是有意愿的
注意，他如果问你任何的问题，都是代表他是有意愿的，你就要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然后让他购买这些产品。第4个，谈判力当你在谈判的时候，当然谈判不是说今天是购买产品，可能是双方的一些协议公司之间的协议那注意在谈判的时候呢，焦点永远在就事论事 ，OK， 就一个点谈一个点，最忌讳顾左右而言他，声东击西法，一个点论一个点这是一个谈判的焦点。那我们现在谈一下什么叫做谈判的压力我们适时要利用谈判的产生的压力来压缩对方谈判的一些空间。首先，第一个可以给谈判制造压力的是时间那别让对方知道你有时间压力。如果让对方知道你有时间压力，你想在尽快时间谈成的话，那你谈判的筹码就越小。2，谈判越久越容易获得让步这是大家研究调查过发现的因为谈判越久越容易让步的原因是，第一个，谈判太久大家都累了，不想怎样拖这么久，所以大家想尽快完成协议，所以这时候谈判的空间就让步的空间比较大了那当然第2种可能，这是第1种可能，因为大家都想把事情办完。那第2种可能就是因为谈判久了之间也摸透了，或者之间彼此比陌生人还的感情要更进一步，就是比第1次更进一步，所以大家也在情感上比之前深了一点，所以更容易去做一个让步因为谈判时间久。那第3点呢，要注意的是，根据研究发现，80%的让步都是在最后1/5或最后1/4的时间，80%的让步就在这里。也就是说，到最后，所以各位，所以永远不要吝啬，就是前面都谈的差不多了，永远不要吝啬，在最后的时候再提出一点要求。因为在最后的时间，迫于时间压力，你提出要求，就有很可能会成真假如不成真，你也没损失。所以我说谈判很简单，它变成戏码，你就记就对了。比方说，在最后的时间多提出，这个就是一个线，就记住就照流程跑下次来时间到你就提一下，就把它当做流程，就是谈判的流程。比方一开始你就开价，就开高，你就开高 ，OK， 你就1步、2步、3步、4步，你就跑一遍。一个谈判丢进来，你照着流程跑一遍出去，你就会得到一定的效果。我不敢说100%满意的效果，但一定跟你不跑这个流程是有差别的。所以谈判其实没有那么难。好，当然里面一些变化的技巧可能会稍微的变化，但是有一些大方向你卡进去用进去都是有效果的。那接下来在谈判的过程中呢，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想谈判成功，你必须了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那所以要尽量去收集对方的一些信息一些资料当然也可以去上网查，或者去问一些朋友关于对方的信息知道的越多，你才能在里面做一些攻防战那如果你不知道，注意，如果你不知道，你说没有时间去了解，或者没有渠道去了解，那现场呢，首先你要收集信息，你不要怕问问题，你不要怕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装懂的话，那等一下在谈判的过程中，你可能会犯更严重的错误。所以不知道就现场问不要不好意思问问题那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不要装懂不要太自信谦虚的这些都是有助于谈判的一些结果。那
还有一种心态啊，这也是一种逆商的心态，就是今天呢，你去谈判，你要有个心态，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这样子做，你要有这样的心，就像男女朋友，只要你不敢分手，你就一定是输家。但是你敢分手，不代表你每次都要提分手，不一样的。那同样的道理，就你谈判呢，如果你没有那种我敢不谈了，我敢不要了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已经输了。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个铁定要的那一方，那你会输。那有些人说，那夏老师，问题是我没办法装啊，对，我就是不敢走人啊，因为我真的很需要这笔生意啊，我真的很需要他，我是弱势方怎么办？我没像你那么强大，说哦，我大不了不走。这是你价值观的问题。即使你需要这个，但是你要让他感觉是 OK。注意，我不是要你去不要这个东西，可能有些人误会了，说我不要，我没有要你不要，你要的，等下谈的。但在谈的话，你最坏的打算是对方不要你嘛，对吧？那你要这个最坏的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万一真的用尽一切方法，对方都不要你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怎样 ？OK， 没问题啊。那是我们不好意思，那我们这次没有机会，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就是带着这种气场走，也不是那种最后谈判了，然后很失望的走过去。那这种这种心态，不但决定你以后谈判会不会输赢，而且也甚至在谈判之前就已经决定你要输了。好，那在谈判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挡箭牌啊，就是如果对方用一种挡箭牌说：“哎呀，我上级没办法答应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那没关系。那如果我能说服你上级的话，那你可以再多做一些让步嘛。OK，总之一句话，这见招拆招。好，那如果对方告诉你说要你决定的时候，但你又不能决定，这个时候你要提出来，你说不好意思，就是我没有决定权，我要留给上级。OK，但这个上级呢，有的时候要很模糊。OK，不要说某某某，你说的上级就是你不要把那个名字说出来。OK，免得他直接去找你上级谈。OK，那如果今天你自己是老板，比如我是老板，我跟你谈，然后对方说你能决定，那我是老板，我总不能说我还有上级吧？那这个时候很简单，说哦，我不负责业务，这个业务我全权交给谁处理？啊，这也是我经常的。比方说，今天我有经纪人，很多人都想要啊，当然正常会有些人会找我的经纪人谈，但是我周遭一些认识的朋友，他们也有我的微信、我的电话，他们想直接找我谈，那么直接跟我谈价钱，对吧？那我照理说这是我的，那我明明可以拍板决定，我绝对有权利，因为毕竟我是老板，我可以决定啊。但有时候我不想决定或不能决定，我就会说啊，你还是跟我经纪人谈。那会觉得很奇怪，那跟你谈就好，我就会说，我必须尊重我的经纪人，对吧？如果今天我每次都跳过他，然后呢，每次他出去谈，努力在谈，每次都是我这边可以随便的，我的价钱都随意开的话，我都不尊重。我说那他这样子以后他也干不下去了，他也不想替我干。我说我不愿意冒这个险，我就把责任就推给他，对吧？那别人总不会说那不干就不干嘛，没有人会这样讲嘛，你这种人不要干。他说 OK 好吧，那我跟你经纪人谈，我就把他推过去了。好，那反之，如果对方用上级来压你的话，那你就可以说：好，如果我能满足你上级的需求，或者我怎样才能满足上级需求？如果我满足你上级的需求，那你是否能决定？还有注意，在谈判的过程会有遇到黑脸跟白脸。好，那如果是谈判的一方，如果我是谈判的一方，永远记住，就是你要找一个同事，
跟他站在一起叫做白脸，我反对他叫做黑脸。要让决定权当黑脸，然后白脸永远是替方争权益的那一种。比如说，如果今天我是决定权，OK，然后你跟我聊，我都会说好啊，没问题啊，对吧？但你说谈钱，我说你去跟他谈，然后他去谈，或者是呢，你在谈的时候，你扮白脸，你就跟他讲说啊，我知道啊，或许他都没看过我老板，但我老板是黑脸。他说啊，你知道啊，这样可以。然后我会跟他讲说5万可不可以？然后你要跟他说5万没问题，对吧？但是呢，比如说他开价5万，但是我老板这边不答应，但是我尽量说服你。我说就回来说，哎，我老板说他最多，我老板最多只愿意出3万啊。对方就说啊，太便宜了，不行，我们这东西不可以卖到3万，一定要5万4万。那就说实在没办法，我去帮你跟老板求一下，就是你就扮白脸，你把那个人变成黑脸。那有的时候2个人啊，跟对方都有联系，就是一个扮黑脸。那白脸永远是帮助客户的那方，黑脸永远是拒绝客户的那方就可以了。那如果今天反制，如果对方也是用黑脸白脸这种方式来对付你怎么办？那反制很简单，你就直接跟他说：“哎，少来少来少来，你们不要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了哦。”然后对方就啊不好意思，那因为如果他的技巧被你看穿了，那他的谈判的让步空间就大了啊，因为连人不好意思就会这样。那另外一个反制的方法就是黑脸跟白脸，你心中把白脸也认为黑脸，就你知道他们是一伙的，对，就不要被骗了，就对了。那这是一种反噬的方法。好，然后呢，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OK， 有些人呢会怎么样？就是有时候谈判会谈到一个僵局里面，就是再怎么谈都谈不下去，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暂时放下所有谈判的技巧，谈判暂时放下，因为有的时候谈判的僵局代表各自双方都用尽了方法，不管有没有用谈判的技巧或者没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要突破僵局呢，可以做以下的几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改变谈判的地点，或时间，就比如说吃完饭下午我们再来谈，或者下午呢，我到你那边去谈，就换个环境。另外一个方法打破僵局是现场呢，讲个笑话。有时候笑是有效嘛，这个还是我经常干的。有的时候今天跟朋友聊聊天或者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讲一些笑话，让大家笑一下，突破一下，或者让大家放松一下。这是因为大家太紧绷了，紧绷的时候就不愿意退让，但是放松一下，但放松一下不代表说他一定会退让，放松一下代表他们可能这样，不会卡在原来问题，可能会想出新的解决方案。好，所以放松不是让对方去退让或某一方去退让，放松是让大家怎样放松的紧绷的神经，可能会想到更好的综合的方案。第三个呢，打破僵局就是如果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协议都没问题的，但是呢，可能牵扯到利益的问题。那如果利益大家都不敢去放下，那可以换一种方式，比方说延长付费的时间或干嘛？因为这种是一个变相的一种弹性操作。因为今天我延长你，从某方面来讲，你的资金流转多了一些时间。虽然说我钱不愿意降，但是我愿意延长时间，也是给你充裕的时间，就是这也是一个方向。好，如果今天大家在内容都没问题，钱又不能退让，就是可以找一些变相的一些流通的方法。好，因为延长时间这也是个方法。OK， 我遇过那种曾经要3个月才付费的，对吧？那讲难听，3个月，这3个月这个钱本来都可以拿去做别的事情，甚至可以赚到更多的钱。那从某方面来讲，也是给你一个利益，虽然这个利益不是眼前就现实看得到的。那
第4种打破僵局的方法就是去诚实的去分担彼此的风险就是大家共同分担一些风险不是一些你知道有很多谈判是这样的，今天很多甲方乙方来找我，他写谈判，你会发现，如果让他去写协议书，你会发现他保护的都是他自己；如果让我写协议书，你会发现保护的都是我自己，然后让他去改，然后他写让我去改，那这种就会变成说，其实写的那一方呢，并没有完全做到公正。OK， 那这种很容易做出僵局那这种方法就是必须公正的平均的分担彼此的风险经常跟甲方合作，他把协议都好好的，就是反正出了问题都是我要惩罚，他就完全没问题他可能是第三，他负责他是第三方，然后还有一个客户或者是一些群众客户，他在牵线，然后我要怎么负责？然后最后万一出事，他永远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都是我的问题我要赔款或干嘛，他一点责任都没有。虽然我是他找的他要对客户负责，那这样子的话对我公平吗？不公平啊！那可是他会讲说，哎呀，问题是你去讲的课，又不是我讲的课，我凭什么负责？对吧？那客户会说，是夏老师是你找来，你要负责任。他会说，夏老师是我找来，但跟我没有关系，他不是我的员工。那这样的话，就是协议就谈不下去了嘛，对不对？你都完全不负责任，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一定要平均的去分担这个风险那最好是能平均，因为平均大家是皆大欢喜的。但如果已经你多我重，那这要看经济的效益，对吧？你经济拿得多，你承担的风险大是应该的嘛？你经济拿得少，承担风险也是应该的嘛。好，那第5个打破僵局的方法就是改变谈判所的气氛就是本来是一个很会议的、很严肃的，那这时候可能怎么样？喝个下午茶把茶端上来或者是继续谈，大家买便当吃，边吃边谈，就把这个氛围改变掉，而不是一种原来严肃的氛围第6个打破僵局的就是调整协议的一些内容和规格那这个东西呢可能需要再头脑风暴一下就是有没有新的创意出来而不是头脑风暴，就是你讲很夸张的都可以，而不是在协议上一字一字去斟酌。然后最后呢，实在没办法，就谈判谈不下去怎么办？可以换个人谈判，或者引进第三方来提供一个客观的意见那这个是一个最后的方法那也不算最后的方法，因为有些时候你谈判前面谈忽然换一个人，那这个人他可能不熟悉，但是因为如果换个人，因为他重新了解，他可能会看出一些新的东西，也有可能有的时候谈判有个心理学，就是可能这个人跟这个人气场就不合，这种东西真的说不准。OK， 那换个人，觉得气场很舒服，就谈成功的，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总之，换个人谈判是一种尝试。那谈判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好，记住，谈判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对方感觉是赢家这是最重要的。就你要让对方感觉是赢家。所以今天谈判不论结果什么，你不要幸灾乐祸就是你赢了你也不要说哇太棒了，你去表现，反正你永远要觉得你是很勉强的那一方觉得他是赢家，所以让他觉得是赢家第2个要赞赏大方，就是不管结果如何都要肯定对方，不要说今天明明注意结果都在那里，你就不要再落井下石了。哎呦，真的是你们怎么样，然后就是不要去批评或否定对方，一定要赞赏你们太好了，包括你看你们太厉害，你们太会谈了，真厉害。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就是夸赞，太厉害了，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做生意了，真的，
你们实在太厉害了，真的，我这个血本都无归了。哎，他就觉得很棒啊，这是一个碳。然后最后就是可以留下一些优惠，就是在谈判的时候呢，你不要把所有的优惠都谈进去，你可以在谈判完成之后，都结束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再把你优惠的一些条件或者一些能赠送东西再赠送出来，让他怎样喜上加喜。本来他赢了啊，这时候你再送一点小小的恩惠，让心花怒放，那以后呢，他就会愿意跟你谈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所有谈判的一些心法啊，跟一些方法。那因为每个行业啊卖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呢，最主要是心法的内容，而不是产品本身。所以你进驻的这个心法啊，见招拆招就好。那更重要，就像我说的，你首先谈判的时候，OK，不要妄自菲薄，你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棒、很有价值，用这个心去谈。你要假想人家都想跟你合作，这是一个能量场跟气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谈判呢其实没那么难，把一些技巧记住了，当做流程给它跑一遍。一个谈判照流程刷一遍下来，它会有一定的效果，就这么简单。然后之后，当你熟能生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就可以见招拆招了啊！即使你熟能生巧，已经到见招拆招的境界，但其实一些谈判的基本流程，你还是照做，这叫万无一失。再加上你的见招拆招能力，不但能有一定的效果，能创造更高的效果啊！所以最后祝福各位将这个谈判呢应用在你的生活上啊，在你的工作上，让你获得最大的利益，让你客户感觉他赢了，让你们彼此你好我好大家好，创造一个共赢的世界，这是谈判最重要的目的。谢谢各位。